各位平安，大家好，今天来到0到3个月新生儿极简全备用品推荐下集，就是要包含我们的洗澡、外出、其他我们用过、我们觉得不需要花钱买的东西，还有其他活动，就是 others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第一个洗澡呢，你就会需要一个洗澡盆。洗澡盆就是我们收到的，从我们的亲戚朋友收到的就这个盆子。然后这个盆子它是有分，这边是可以坐着，所以等它到infant 或是 toddler 的时候，它是可以坐在这里，这里就是给它坐着贴背的地方。然后呢，它的这一边就是斜的，这边就是给 newborn， 也就是新生儿的地方，所以还蛮好用的。到目前我们小宝宝已经10个多月，我们还是都用它。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大象的这个 sling。因为其实这个还是蛮硬的，所以你把宝宝直接放在上面，我觉得它虽然是有这个灰色这种软垫，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一个蓝色金鱼的那个，我会在最后一个 category， 就是不需要买那个东西讲。那个反正用的那个好一阵子，我就觉得怎么用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用。后来买了好几个，然后试用了一下，筛选出来最好用的就是这一款大象，最好用。就是你如果要买这个洗澡盆的话，那你配合这个大象是最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是有耳朵的，它既然有耳朵，就表示它可以保护这个两边。所以宝宝他0到3还不太会转，但是等他之后慢慢长大，因为 obviously 这个是可以用到他 toddler 嘛，所以到 toddler 的时候，他一定中间像现在10个月或是到6、7个月，他头已经很会转，开始会很想要玩水啊，或是想好奇啊什么的，动来动去。你如果没有这个大象耳朵的话，它是很容易撞到旁边这个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它是有一点软垫，然后就是多一层保护。然后在我们买了好几个下来，最好的，也就是唯一一个是有这个多这2片去保护的，就是这个大象的。然后这个也很薄，所以很好干，就是隔天基本上就会干了。然后它这个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所以你不一定要买这个洗澡盆，你就可以这样给它调节长度，然后去 based on 你自己的洗澡盆是什么长度，你就自己去调整它。再来呢，第3个是测水温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测水温，我们是出院的时候拿到一张小卡，这个小卡就是我们洗澡水放好之后，然后把这个小卡放进去，它这里就会出现颜色，到这个就是 cool， 然后到中间就是 warm， 中间就是你要的，然后到这边就是 too hot， 它就会告诉你。所以这个是没有电的，它就是一个感应的一个小卡。所以我们一开始测水温就是用这个东西。如果不想要买测水温的用品的话，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你的手腕内侧去测水温。你用你的手指去摸是不准的，所以你用手这样摸，你就觉得还好，然后宝宝屁股一下去就它会整个丢起来。所以你一定要用你的手腕内侧，就是量脉搏的地方去测水温才是最准的。如果你手就是摸到那个水不会觉得这样烫到，或者你会觉得是舒服的温的，你手是可以这样很舒服的放下去的，那你的宝宝也会觉得是舒服的，就不会是太烫的。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如果是比较想要有准确的温度的家长呢，我有把一个电的连结也放在下面，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里面是可以装电池，那你把那个有点像小玩具，你就放到水里面，它就会显示温度是几度，你们就自己参考了。再来下一个就是洗澡的东西。就是一开始呢 ，baby 一直到现在都是不太需要有洗澡液，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很脏，了不起就是流汗，然后之类的。一开始新生儿是这样，到后面可能开始会吃东西，吃副食品，开始会有一些味道，那可能就需要有这些清洗用品。这个我用的是 Bubble 的 Botanicals 的，所以它主要是然后它是 2 in 1，所以就是洗澡洗头都可以用，然后是 for sensitive baby， 然后 fragrance free， 所以没有香味，然后给敏感肌的宝宝，然后它比较是里面都是一些植物萃取的东西，就是比较少化学的东西吧。这是我们表姐，就是 Jason 的表姐中医师，她在这方面她是很严格把关的，她是就直接推荐这个牌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然后我把链接放下面。然后呢，洗澡的时候你会需要这个纱布巾，我觉得非常好用，是它小小一条，然后就你可以帮他这样擦脸啊，然后你要帮他洗头啊，像平常洗澡也是一个 pump， 然后加水，其实泡泡就已经够多了。然后洗头也是一滴滴，1 米粒这样吧，然后用这个纱布巾去沾那个温水，然后这样擦他的头，然后擦个几次就好了。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擦他的脸啊，洗脸啊，然后洗脖子啊。因为一开始呢，宝宝他的脖子还没有那么的伸展开来，所以脖子是最容易脏的，就是卡一些衣服的棉絮，或者是等大概之后他开始流口水的话，他又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他就整个脖子都挤在那里，然后口水都会在这里，所以最需要洗的就是脖子啊、胳肢窝啊这种地方，然后嘴巴附近。
眼睛、眼屎、鼻子、鼻屎、那鼻孔外面之类的这些地方，耳朵，所以用这个纱布巾我觉得很好用，然后蛮柔软的，小小一条，然后有时候它在洗澡的时候它会冷，你也可以沾一些水，然后就是铺在它的身上，让它不会那么冷。这样好，再来就是 water pour 我们是没有 water， 我们没有买 water pour， 我们直接就是家里有很多那种 container， 然后这个是那种小的，我老公就直接拿这个就当我们的 water pour， 就也蛮好用的，然后又不用再另外买，所以 why not？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但是如果你们家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你也想要有一个 proper 的 water pour 的话呢，我有把链接放下面，你再参考一下。下一个就是 baby towel。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baby towel？ 其实 baby towel 在上一支影片讲到帮他换尿布要擦洗屁股，要帮他擦屁股的那个 baby towel 一样，就是它比较小，所以它摸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然后头那边呢，它通常 baby towel 都是会有一个这种套头的地方，就是这里。然后它这边我觉得一个刚洗完澡一个好处就是你洗完澡把它抱起来之后呢，如果你有洗头，你就可以赶快把它抱起来，然后把头塞到这个地方，所以头就盖到这里，然后就可以用这边的布帮它把头上面头发的水分把它擦干。就算没有洗头，你一抱起来，你头还是把它放在里面，就是让它保温，就不会着凉。所以这个 baby towel 我们洗澡会有一条，然后1楼厕所洗屁股也会有一条，然后2楼厕所洗屁股也会有一条。所以浴巾 baby 的浴巾这个东西呢，你至少要多2-3条预备。所以总 total 如果对我们来说，我们大概要至少你要有个5条替换。就是 for baby towel， 反正这个它用到当小孩子啊，变 toddler 啊，还是会继续用的。再来 baby bath pad， 也就是这个小花儿。这个小花儿呢，它其实是有可以放在那个洗澡盆里面，然后有那种坐着的洗澡盆，然后这个可以放下去，所以它就坐的时候不会是靠在硬的地方，就是软软的。然后这个很明显是比较厚嘛，所以很舒服。那我们后来没有拿来用，是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就代表它吸水力是很强的，然后就会很难干。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没有拿来就把它洗澡，我们就是拿来洗完澡，我们这个就是铺在我们的 countertop， 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在我们的 kitchen 的 sink 洗澡，我们大人就不用这样跪着或是这样苦在那边帮他洗很累，所以在 kitchen 的 sink， 我们 sink 又刚好大小跟这个洗澡盆刚好长度，就刚好放下去差不多这样。所以我们就是都在 kitchen 这边洗澡，然后旁边洗好之后就是把这个放在 countertop， 然后这个毛巾就是这样铺在这个花软垫上面，因为这样就够软，所以那个 countertop 上面它是舒服的，它也不会一抱起来连滴滴就很冰，它就可以在这个很好很舒服的软软的平面上，我们就可以帮它擦干、擦乳液、换衣服、穿尿布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来这样用的，我觉得蛮好用的。再来它的 baby lotion 呢，我们就是用跟洗澡的那个牌子是一样的，就是也是 Babble 的，然后 for sensitive skin。我觉得它蛮好的，是它很浓，然后它延展性也很高，很好推开，所以对我们在 LA 这边就真的是很干的居住的人来说呢，我觉得那个牌子算是很适合。如果你是居住在比较湿度很充足、很足够的地方，那或许这个就会对你来说有一点点太浓，所以你自己参考一下。但是如果是在干燥的地方，我还蛮推荐的，它真的是很浓郁，不会像有一些乳液是水水的，你有擦跟没擦一样，我就觉得没有做到保湿的效果。我刚刚说它延展性很好，也很浓，所以其实你只要挤一点点就已经可以擦它整个小 baby 的整只手啊，或是整只腿啊。除了 baby lotion 之外呢，还有凡士林是我的大爱。我们出门在外都是一定要带凡士林 for baby， 非常好用。就上完乳液之后呢，它的整个脸颊这边、双颊，然后屁股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 diaper rash 的地方、敏感的地方，我也会上一层当做保护，然后让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修复一下它的白天比较多会去擦的地方，或是大便啊那边就会比较容易要洗屁股啊什么，就是你知道比较多活动的地方，我就会用凡士林去给它做第2层的保护。所以凡士林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就是有很多新生儿其实刚出生的宝宝会有一些皮肤的状况，有一些可能是 rash 啊，或是红红的啊，或是有一点粗粗的啊，皮肤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哪一个乳液有比凡士林还要有效。就是它的保湿能力跟修复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很好，然后它又没有一些有毒或者是有害的物质成分在里面，然后非常便宜，然后又很好取得，所以一定要入手凡士林，真的一定要入手凡士林。大罐的、小罐的，我们家都有，就是小罐的就是吸带，大罐的就是小罐用完之后就 refill， 大罐的就挖进来 refill 到小罐的，然后吸带就可以带这样。好，接下来到外出的这个 category， 外出你一定就是需要一个 carrier， 也就是背宝宝的。我们有用过很多种不同的 carrier， 从那种自己绑
的那种，我们也用过，然后也用过再进阶一点，就是方便一点，人家帮你都弄好，你只要稍微就是再方便一点的，不用这样从头到尾这样绑的，我们也用过。然后最后呢，我们用了这几个一阵子之后，才想到我们的亲戚有送给我们一个，他的屁股是有一个屁股的垫子，然后的那种整个这样的 carrier， 一用爱上，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真的一用就差太多了。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忘记有这个东西，新手父母就是收到所有东西，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用，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所以到后面想到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了前面那几款一阵子了，就觉得第一款不用讲，是真的超级麻烦。第一款你没有那个闲工夫，你也不会想要花这个时间在那边拿那个布这样缠自己，然后绑来绑去。你不要看那个 video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你每次要背 baby 你都要这样缠这样绑的话，不要买那个。就是后来我们才进阶买到这个第二款，它真的是好很多，方便很多，至少不用这样绑来绑去，就大概就是这样穿上去之后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没有一个 hip set， 所以那个 baby 没有那个坐。我觉得不是做的那么的稳吧，因为比较是用2块布把它撑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因为一换到我们第3个这个有屁股的垫子的这一款，我们家 baby 很难睡的，他是可以在这一个 carrier 上面睡着的，就走一走，带着他散步，背着他走一走，他是可以睡着的。所以我相信至少对胚胎来说，他是觉得很舒服。我相信对你们的 baby 应该也会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我有把很类似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你们不一定要买这一款，但是就是找有那个屁屁的垫子，让 baby 可以坐上去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再来，你有 carrier 了，第二个重要的就是你需要 car seat。car seat 我们这个呢是我们的亲戚送给我们的，所以它是有上面的 car seat， 然后有下面的那个 infant car seat 的那个 base， 然后也有一个 stroller。这一套就这样一组，就是它是可以 travel 出去的，就目前用下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蛮好用的。下一个呢，你需要 portable 的 diaper changing pad。我刚拿去哪里？这个也是别人给我们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都把它固定放在车子上，所以要出门要换尿布，我们就固定都是用这一个。然后它打开，我觉得它算比较有 cushion， 有一些比较薄一点，就没有那么舒服。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点软垫。然后这边这个打开就也蛮大的空间，这样子就蛮大的。然后我们一样都还是会垫的这个 disposable 的pad， 所以以防万一尿尿啊拉屎啊就不好处理。然后我觉得它也很好收，就这样卷上来，然后上面你就可以放那个 wipes， 然后这边都还有一些收纳的地方，然后收起来，它这边就可以直接这样扣，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着的，然后这边也可以，你可以扣在你的包包上，或扣在它的车子上，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因为我们有其他的是比较扁平的那种，就这个是比较舒服啦，然后也比较方便，所以推荐。你出门你还需要一个 diaper bag， 也就是一个后背包，就是塞所有小朋友需要的东西，可能奶瓶啦、奶嘴啦，多的一个 swaddle 啊，它的多的衣服 diaper，a lot of things 都要放到那个包包里面。这个包包呢，我们也是朋友给我们的，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拉链啊，它是做这样的形状，所以不好拉，你没有办法单手拉开。可是你有小孩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只有一只手，所以当我每次要一只手要拉的时候，我就拉到这里就会卡住，然后就东西又拿不到，然后又要用另外一只手来固定，我才能把这个洞拉开。但是因为它这样设计，我可以理解，因为它想要让你的口是大的，所以你好拿东西。所以呢，我在连结那边我有找到一个，我稍微比较一下，筛选出来这一个，我觉得是，就如果今天我要买的话，我会买这个。它的洞口也够大，然后拉链呢，它是做这样子往上面这样开的，所以一只手是比较好开的。网络上会看到很多diaper bag， 它的手提处是这样子做两边，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手提，这边会有一个手提，然后扣子可以这样两边扣起来嘛。不要买那个，因为它 most likely 它是会垂直挡在这里，所以你要拿东西，你又有这个两个立在那里，你很难拿东西，你不会想要有任何东西挡在中间。所以我会建议你要买这种提袋，手提处是在单边的，不要买这样双边的，没有意义。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连结，就是口大，然后它的手提处就是在单边，然后其他收纳啊，有一些小的拉链的地方两边这样子，有那个放奶瓶啊或者什么，反正就我觉得那个还不错，你们就参考一下。出门一定是要用到 wipes， 那为什么我们会用 water wipes 呢？它是宣称是 99% 里面都只是水，所以不是像其他的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是尽量给 baby 就是没有多余额外的刺激，就尽量就是
plain 这样，所以我们是用 water wipes。外出这个 category 的最后一个就是凡士林，我又要再讲一次凡士林。我们出门呢，这个包包，它的包包一定是有一罐凡士林在旁边的，因为你出门有时候，它会有，例如说开始流口水啊，它的皮肤这边很容易会有一些皮肤的状况。其实有时候擦完口水，你就要赶快帮他擦一下凡士林，就才会保护他的皮肤，或者是他如果哪里玩什么玩具不小心有看到，或是什么，或是他嘴唇比较干，我们就会帮他擦凡士林。反正凡士林我们是一定会带在身边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others， 也就是其他的这个类别。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 dresser， 这个是我们在 IKEA 买的，它上面是很像你可以放一个waterproof 的 changing pad 放在上面这样，所以我们本来是这样计划，但是后面就变成因为他的房间在楼上，所以这个 dresser 当然也是放在他的房间里面，但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1楼，目前就没有用到它上面那个 top part 在那边换尿布。为什么你会需要 dresser 呢？是因为小朋友他在长大很快，所以这阵子他可能需要穿到的衣服是这个 size， 过一下子可能下个月他就要穿到另外一个 size， 那你旧的 size 你就要再收起来，或者是新的 size 你可以先放在别格，就是你知道你要整理，你要一直整理那个 dresser， 所以别人一定会送你很多 baby 的衣服，然后不同 sizes 你也要整理，所以你会需要一个 dresser 比较好收纳他每天都在使用的他的毛巾也好啦，或者是他的口水布啦，或者是这些洗澡的那些纱布巾啊，你都会需要有空间去放置，所以一个 dresser 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再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boxes。为什么我说要有 storage boxes？ 就像我刚刚讲的，会有很多人送你不同 sizes 的东西，然后小孩子在长也很快。例如说现在0到3个月，一下子他就3到6，那你0到3你要收哪里？你不可能还放在那个 dresser 里面，因为已经穿不到了，所以你就会把它最好的方式就是会把一个 storage 的 box 拿出来，在那个上面写一张纸，写0到3或者 NB 到3M 这样子，然后做一个记号，所以你知道，你就把所有0到3 newborn 这个时期的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不一定只有衣服嘛，可能会有其他的，例如说他的手套啊、他的帽子啊，这方面都已经戴不下、穿不下的 outgrown 的，就把它放到那个盒子里面，然后就写好，然后放旁边就可以收起来了。所以等下一胎或者是别人你要送给人家或是要干嘛的时候，你就是你知道很干净很清楚，所以我会很推荐你要买一些 storage boxes 去整理孩子已经穿不下或还没要穿到的衣服。再来下一个就是一般的磨指甲的或者是电动的磨指甲的。电动的磨指甲这个真的很好用，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它就是里面有不同的粗度的头你可以换，然后一开始其实 baby 还不太会动来动去，你用手动的那样一般这样一片这样磨是 OK 的，但是到后面呢1个多月之后 baby 其实开始会动啊，他会有一点会想要抽走啊，不给你弄的时候，电动真的很快，因为假设说指甲旁边一个小角很利哦，他们的指甲是非常利的，你一定要修，所以假设旁边一个小角你用手动你要这样来回这样磨，你用电动你这样碰一下那个角就没有了真的很好用，所以到目前10个多月了，我还是大概3天2头就要帮他磨一下，不然他们指甲长得非常快。然后你除了怕他刮到你抱他的时候他抓你会痛之外，你也很怕他抓伤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还会需要耳温枪或是夜温计，因为其实 baby 的腋下跟 baby 的肛温是最准确的温度，所以还是建议要有至少可以有量腋下的温度计。然后我们的耳温枪我们是买那种头可以换的，就是它可以打开，大人也可以用，小孩也可以用，你的 mode 就可以换。然后所以如果是你要量这边 contactless 的额温的话也可以，或是把头拔下来你要放那个耳朵量耳温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蛮好用。然后下一个呢，你还会需要一台加湿器，因为我说过我们在 LA 很干，如果你在潮湿的地方那就不用，或许你还需要一台除湿机，我不确定。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是需要加湿器的，所以加湿器我觉得我们也都是别人送的，所以我们没得选择。但是如果我会推荐，我把连结放下面，我会推荐你要买那种可以从上面加水的，因为加湿器你一定是要常常加水，你如果每一次都要整台这样抱起来，然后拿去加水，然后什么就是会滴的到处都是，你还要拿去水槽啊什么，很麻烦。所以从上面加水是很方便的，它的容量可以多一点，就表示你不用每一天都要加水。所以我把推荐的就是如果是我会买的那个放在链接下面。最后一个呢就是 baby 糖的，其实新生儿他花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就是睡觉，那第二个就是喝奶，所以他这个以外的时间呢，其实有一些零碎的时间是你可以给他一个枕头，让他可以撑在上面。所以举例来说，这个我是蛮推荐，就是 Bobby Pillow， 就是下一集我会讲到亲喂的妈妈你的必需品，这个是其中一个。所以其实这个除了你可以亲喂小孩之外，它其实在这边有图案。
可以亲喂它，然后你也可以是让它躺着，3个月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可以让它练抬头，9个月的时候它可以靠着，然后坐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枕头蛮方便的，真的很推荐这个枕头。平常的时候 ，baby 它还不会翻身嘛，它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清醒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让它斜躺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待在那里，它就可以看，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下自己的事情，或者上个厕所，把它放在地上啊，让它这样直接躺着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平常的 baby 的休闲娱乐时间需要用到的东西。最后，你不要浪费钱的东西来了。第一个就是 Diaper Genie， 你不需要 Diaper Genie。我们有用一下，然后后来觉得不需要，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其实 Diaper Genie 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尿布都放在那个桶子里面，然后满了之后你再一整个拿出去。那照理讲，它里面是说它有除臭的功能，所以你 diaper 放在里面就不会臭臭的，然后拿出去。我们后来没有用，是因为你还要再另外 refill 它里面的那个垃圾袋。可是其实家里就有很多的垃圾袋，那我就找一个大的垃圾袋，然后换完尿布我就把它丢在那里面，我再拿出去丢，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使用 Diaper Genie， 所以我觉得 Diaper Genie 是你不需要花钱买 Diaper Genie。再来第二个是 Diaper Warmer， 我们一开始就想说啊，要帮 baby 擦屁股啊，然后半夜的时候那个湿纸巾很冰啊，会冰到他的屁股会不舒服，所以要买一个 Diaper Warmer。这个就要讲到我们就是在家没有在用湿纸巾的，因为到最后我们在家都是直接帮他洗屁股，所以我们在家一张湿纸巾都不会用到。所以那个 Diaper Warmer 它又一定要插电在家里使用，那我们就不需要啦。所以 Diaper Warmer 我觉得也不需要。你如果在家你要避免它屁股的那个 diaper rash 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就是都给他洗屁股。所以 Diaper Warmer 这个呢，我觉得不需要买，因为我们后来就是退掉，没有用到。再来第三个，这个上一集我有讲到 White Noise， 也就是 Sound Machine。为什么我会觉得不需要买？我们还有3种哦，因为我觉得对我们 baby 我们观察下来是没有用处的，然后对于我们大人，我只是觉得很吵，真的是吵到我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比那个 Sound Machine、White Noise Machine 更有用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家抽油烟机去哄小朋友睡觉是最有用的。你家里一定有抽油烟机嘛，所以不需要再花钱买这个 Sound Machine 就没有用。even 我带出门，然后他在吵啊，我给他 Sound Machine 给他听，没有用。下一个呢就是 Snuggle Me。这个真的我要讲一下，这个 Snuggle Me 呢，它照理讲它的概念我觉得很好，它就是这边是凹下去，然后 baby 你就可以把 baby 放中间，然后它就可以躺着，然后就会让他觉得好像有被包裹的感觉，然后比较有安全感。概念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们一开始有用，然后给胚胎躺在这个上面，那我后来发现胚胎躺在这个上面的时候，那个姿势很不好，它是这样整个这样弄起来，因为它头尾是高起来的，所以你头放在这里，然后要不然就是。反正我觉得它的设计不是很好，就那个姿势给 baby 的姿势，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到后面我就不用了。当我发现其实 baby 躺在这上面，那个整个是这样子，就是挤在这里的，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危险吧，就 baby 有可能会窒息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也没有说在这上面就睡得很好，或者觉得有安全感就不吵闹，也没有。所以我们后来 Snuggle Me 这个我们就没有用了，所以不推。再来这个 Skip Hop Baby Bathtub 那个蓝色金鱼，千万不要买。这就是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一开始先用那个，然后后来才用那个大象的 sling。我们一开始用那个呢，它怎么做好像都不是很舒服，就是那个角度做的就是不舒服。然后它的那个材质啊，有时候 baby 又会喷一下屎嘛，洗澡的时候，它的材质不是很好洗。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快干，比起这个 sling， 因为 sling 就是薄薄的一片，但是它还是有一点 cushion， 但至少它整个东西是薄薄的，而这个它是有一个厚度的，没有那么容易干，反正不好用，重点还是不舒服，不要买这个那个蓝色金鱼。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earwax 跟那个清鼻子的这个东西，我们0到3是完全没有用到，所以不用担心。清鼻子跟耳屎呢，我都是用它的，就洗澡的时候用那个纱布巾，帮它洗脸的时候有鼻屎帮它清掉，然后耳屎其实没有那么脏啦，所以就是用那个纱布巾拧干之后，然后帮它用小小的角，然后擦耳朵的这些角啊，然后耳朵的这个里面的洞啊，就是用那小小的部分这样伸进去，稍微这样扭一下，不要太湿哦，一定要扭干哦，因为那个水分你这样用力挤的时候，水有可能进去它耳朵，所以就大概这样擦拭，然后耳朵后面就可以了。再来 Aquaphor， 你一定会看到有什么 baby 什么 healing 的它的 formula 或是什么 treatment 什么的，我不喜欢，因为 Aquaphor 我们有一罐，现在就是一大罐，然后放在柜子上都没有在用，因为太黏了。它比那个凡士林黏太多了，擦完真的，我个人是很不喜欢擦完乳液或擦完东西是黏黏的感觉。凡士林真的没有它那么黏，相信我 ，Aquaphor 真的是黏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只用了几次，后来我们拒绝使用，我们就是用凡士林，就是最好的，它的黏度很刚好，不会是不舒服的黏，然后又够保湿，又可以你知道把伤口
把它稍微封住，然后让它愈合。凡士林就是最大推荐，不要买 Aquaphor， 我真的觉得太黏了，不好用。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有帮助到你，然后也欢迎到资讯栏去参考所有的连结，你就去点出来看一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使用的，或者如果是我今天要买，我会买这一个。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